太爷在90岁大寿前3天死了，家里按照习俗挖坑下葬，却没有封棺填土，棺材盖子松松地合在棺材上，撒了几把黄土。回家准备吧，爸爸3天后回门。大家都面色凝重地点点头。奶，太爷还会回来吗？奶奶的脸色有些阴沉，她看着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们村有个奇怪的习俗，叫回门。每个去世的老人都会在下葬第3天晚上回来，而他们的家人会一如既往地迎他们进门，同吃同住，就像他们还活着一样。如此招待3天之后，才能真正地将他们送走。每户人家在回门期间都会紧闭家门，送走鸡犬，村里人也都不会随意拜访。头2天家里一切照旧，没什么异常。到了第3天下午，四爷和我姑爷一家人都来了我家，桌上摆了不少菜肴，中间还摆了一个蛋糕。爹临走前没说什么遗愿，应该是想过好这个大寿。哎，希望如此。太爷等会儿就要回来了，一会儿你就专心吃你的饭，啥也别说。太阳渐渐下山，大家没动筷子，也没人说话。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，一个人影突兀地出现在门口，是浑身泥土的太爷，他就这么直立着一动不动。爷爷率先起身迎了上去。爹，你回来了。除了我，人人面色如常，好像真的只是太爷平时回家了般。太爷被领到桌子主位，身上的灰土从院子门口扑簌簌掉了一路。晚饭都准备好了，大家快吃吧。太爷四肢僵硬，膝盖紧紧绷着，根本就弯不了腿。爷爷和四爷双手放在太爷肩膀上，使劲一按，太爷才勉强坐在凳子上。爷爷和四爷分别坐在太爷两旁，不停地夹菜到太爷碗里。爹，多吃点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太爷慢慢地移动手，抓起一把饭菜塞进嘴里，他张着嘴，不咀嚼也不吞咽，饭菜塞进嘴里又掉出来。屋里除了大家的咀嚼声，没人大声说话。爷爷端来蛋糕，递到太爷眼前。爹，今天您90大寿，咱们4世同堂，吹个蜡烛吧。太爷一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盯着蜡烛，张开嘴，似乎想吹气。一股难闻至极的腐臭味顿时飘散在饭桌上。我只感觉一阵反胃，想捂鼻的手被奶奶一下按住了，她微不可见地朝我摇了摇头。这顿诡异的饭吃完后，四爷把我叫进了里屋，奶奶和我爸也跟了进来。小天，今晚四爷爷要你办一件大事，这件事很重要，若是出了岔子，咱们全都得交代在这。四爷爷严肃地看着我，我被他的眼神看得心里有点发毛。今天夜里，你陪你太爷睡一个屋。我吓了一大跳。四爷爷，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我求助地望向爸爸和奶奶，可他们却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。听你四爷爷的。四爷爷年轻时在镇上办场子，是家族里最有见识的人，他说的话没人敢不当回事。哎，这事从前你太小，没告诉过你，可今晚你再不愿意，也得跟你太爷睡一张床。听着四爷的话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回门不只是简单的吃饭生活3天，往生的老人回了家，晚上还要家里的童男或童女陪睡，因为生死有别，他们在阳间时间越长，就会变得越像鬼物，容易尸变成僵尸，吞吃活人，必须要用童子的阳气压制，让他们尽量保持活着的记忆和理智，才能保证老人不会在这3天提前尸变。只有这样好吃好睡的招待他们这3天，才能真正的把逝者送走。四爷爷家的孩子还太小，家里只有我最合适。不是四爷爷要为难你，这是咱们村这些年用几十条人命才摸出来的规矩。早10几年前你太奶回门，就是你小堂叔赔了3万。上次回门平安无事，这次也一定办到。我有些慌了神，四爷爷陡然紧紧掐着我的手臂，把我拉回大堂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忤逆你太爷。等天一亮，我们就敲门进去。爸，从前您就最喜欢小天，他小时候你经常抱着他给他讲故事，今晚让小天陪您。太爷灰白的眼球盯着我看了一会，僵硬的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西屋。我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爷爷。没事的，熬到天亮就好了。四爷用不容反抗的力气推着我进了屋，从外面锁上了门。屋里没开灯，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点月光。太爷站在床边，
他的脸凹陷青黑，跟生前的慈祥样貌完全不挂边了，反而和电视里演的老僵尸一模一样。我死死靠着门站着，一步都不敢往里挪。太爷抬起手臂，僵硬地朝我招了招手。太爷，我睡觉会乱踢，怕踢到您，我就睡那边的长凳吧。太爷不为所动，又招了2下手。我努力按捺住破窗逃跑的冲动。四爷爷刚才说不能忤逆太爷，有什么后果他没说，我也不敢想，只怕今晚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。太爷，您先上床睡，我拿床被子给您盖。太爷缓慢地移动身体，我甚至能听到他骨头缝里发出的碎裂声。我打开柜子，装作翻找的样子，被子就在眼前，我故意翻来翻去，磨磨蹭蹭。咦，那床又软又舒服的被面哪去了？真奇怪。太爷，您先靠墙睡里面，我马上就来给您盖被子。等我听到身后一连串咔咔声响，才壮着胆捧出被子挪到床前。太爷已经躺在里侧了，我壮着胆子把被子撒过去，被子一角盖住了太爷的脸。他露在被子外的手指拍了拍床面，似乎是示意我赶紧上床。看着那手上又尖又长的黑色指甲，我只感觉心里一阵阵发毛。太爷，我不困，您先睡，我再玩会手机。太爷又重重拍了2下床面，尖利的指甲几乎要戳破床板。我心里一哆嗦，赶紧贴着床外缘躺了下来，余光瞥着身侧的动静。好在太爷没再有任何动作，屋里静悄悄的，除了我自己的呼吸，什么都听不见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像烂肉混合着泥土，又臭又腥。我心里紧紧绷着弦，努力用嘴呼吸着。娘，家里没粮食了，您该上路了。我一睁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破烂的草席上，身边还坐着一个10岁模样的小男孩，正看着我。刚才说话的是门口站着的一个中年男人。